大家好，我是牧羊。最近快要过年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害怕回老家？因为一方面觉得过年嘛，要回去看看从小长大的地方，又熟悉又亲切，有好多好吃的，有熟悉的这些亲戚朋友。但是又想到我回家之后吧，我爸妈好唠叨呀，问东问西的亲戚，早上我们都习惯晚睡了，回到老家非要把我们喊早起，烦死了！那为什么我们觉得过年回老家觉得好有压力呢？那么今天我们想用神经科学、演化心理学和博弈论，把过年回家觉得累的这件事情，我们掰碎了揉烂了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我们讨论一个未解之谜，就是我们明明在职场上是一个商业精英，逻辑清晰，情绪稳定，自己还带着团队，但是一回到老家吧，这个爸妈只要一开口唠叨，我们就觉得好烦躁呀，觉得生气、委屈、沉闷，就不想说话。为什么呢？这个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解释，叫做情境依赖性记忆。在1975年，心理学呢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叫做深海潜水员实验。这个实验呢由英国的心理学家戈登和巴德利设计，他的实验结果就揭示了为什么我们回家就变成这样了。当时呢，这两个科学家找来了18名的深海潜水员，请这群潜水员背诵一份包含36个毫无关联单词的列表，比方说苹果、扳手、天空。那么这18个人被随机分成了2组进行学习。那么第一组呢，他在水下穿潜水服潜入水下20英尺，通过防水耳机听录音背单词。第二组呢，他穿着一样的服装，但是舒舒服服的坐在岸上的沙滩边听录音背单词。那么背诵结束之后，科学家把他们打乱，分成4种回忆环境进行交叉测试。那么大的逻辑就是说，叫环境一致还是不一致，意思是说你在水下学就在水下考，这叫一致，或者在岸上学在岸上考。那么实验结果就发现，在环境一致的时候啊，回忆的这些潜水员比起另外一组呢，它高出了40%。也就是说，我们仅仅改变了一下回忆的这个环境，我们的记忆的提取能力会凭空变化40%。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大脑是一种叫做环境触发器，就我们的记忆和我们的一些能力，甚至我们的人格模型跟周围的环境亲密相关。比方说你回家之后的这种光线、空气的湿度、一些气味或者是周围的声音都会影响我们。你像我们在大城市学的那种独立思考这些能力，它绑定的环境是我们的办公室、出租屋或者咖啡馆这些地方。而我们回到老家之后，你看发黄的乳胶漆啊，特殊的那种油烟味，我们从小睡到大的那种床，这些呢，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环境锚点。也就是说，一旦我们从大城市拎着包回到老家了，这些老的环境就把我们的大脑拽回到老的模式。因为我们在小的时候往往是需要听话、顺从或者是哭闹来获取关注的，就容易因为环境的变化，把我们从一种成年的独立的人格给回滚到了小时候的那种依附性的人格。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好多商业精英真的到了年夜饭桌的时候，面对这些七大姑八大姨的盘问，你会发现他完全没有那种商业精英的气质了，他变成一个好无助的救救我救救我的一个孩子。这就是因为我们大脑当中的这个程序发生了变化。那另外呢，在神经的消耗机制上有一个叫做忆答负荷。因为现代的神经学认为啊，就是大脑本质上它是一个预测机器，因为它为了节能，它时时刻刻要预测下一秒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才能节省资源。我们在自己小环境的时候呢，大脑这个预测非常快，因为你始终处于一个相对安全，没有人会入侵闯入我们的一种状态。但是回到你老家，你不知道随时可能有一个亲戚来串门，或者你爸妈直接不敲门就进你的房间，于是你这个大脑呢，我也不知道这个下一秒要发生什么，于是它必须持续的在后台进行计算，所以它就算是啥都没干呢，你也觉得好累。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回到老家，我就天天吃吃喝喝，我怎么就觉得那么累呢？这背后呢是有生物学的机制的。那第二，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父母没有边界感嘛，常常不敲门就进我们的房间。我看有的父母喜欢翻孩子的包，甚至拆孩子的快递。那如果问孩子1个月赚多少钱，这太正常了，包括问你为什么还不生孩子。
你跟他讲什么隐私没有用嘛，他会觉得我们都是一家人，什么隐私不隐私的。以前呢，我们只站在纯粹的这个父母素质不够高，或者是站在心理学讲这个控制欲很强的角度，实际上它是不够深刻的，因为这个背后本质上是和我们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历史相关。在我们父母祖辈生活的环境当中，这个隐私本身它可能是很危险的。比方说在中国古代，它会实行一种叫做15年做或者保甲年做，意思是说，如果一家犯了罪，9家要跟着年做；如果隔壁二大爷犯了事情，或者是你作为子女在外面犯事了，不仅仅你自己，你整个家族、整个村落甚至都要跟着遭殃。那么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这个家族呢，为了自保，他就必须要进化出一种叫做全景的敞式的监狱。你就认为是一个监狱，就是所有人都能看得见。因为当时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就说，在这样一种全景敞式的结构当中，监控无处不在。那么在宗族社会，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必须在别人的全天候的监控之下。你在什么地方呀？你干了什么呀？你跟什么人来往啊？你赚了多少钱？有没有生病？有没有惹事情？他要必须透明。打个比方啊，如果你在一个物资匮乏的实行这个年做的一个村里，如果一个人偷偷生病不告诉别人，那你可能会连累你的村落这个瘟疫蔓延呀，或者是你偷偷藏了一些粮食不拿出来了，关键时刻真的可能会有族人饿死，或者是你在外面惹事了，惹了仇家，他找上门，可能会导致烧杀抢掠，连累全族。那么在传统的这种宗族逻辑当中，他为了保护整个宗族的存活，大家的信息一定要透明，隐私是危险的。那么到了现代社会，当然我们没有这种年武制了，但是我们之前说过，人是有一种集体潜意识的，我们长期的这种生活习惯，它会给这样一个群体产生一种无意识。比方说，你看我们的父母好像在打听我们的隐私，实际上就是这种生存本能在残留，就是他在潜意识当中真的会把一个孩子当做自己这个家族的公共的资产或者是风险共同体。你看父母跟孩子打交道的时候，他问很多问题，基本上就3类。第一种是，你这个功能性评估还好吗？你这个身体还 OK 吗？第二是叫资产评估，那你今年过年回来，你赚多少钱？当然我不会要你的，但是你这个钱的多少我要知道，这个关系到我们家庭整体的抗风险能力。第三呢，就是你有没有生产新的劳动力呢？因为这个你生不生孩子关系到我们这个宗族基因存续啊。你看它都是内化到集体潜意识当中而不自知的。那么另外呢，这个背后还有一种很有趣的机制，叫做羞耻感。这个是美国人类学家叫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当中，他区分了叫做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我们现代社会呢叫罪感文化，因为大家是靠内心的这种道德感来自我约束的。就如果我做错事情，就算别人不知道，我也会觉得有点内疚。但是在传统的宗族社会，它的约束力是来自于别人的眼光。做错事情不可怕，你千万别让别人知道了，这个面子是大于里子的。那么在耻感文化当中，父母就必须要监控孩子，防止让家族丢脸。在熟人社会当中，丢脸就相当于社会性死亡，失去了这个社群的互助的资源。所以当他盘问你拿多少钱，你的工资，你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延续的旧习惯。但是我们现在人呢，生活在这种城市当中，这种原子化的个体，我们的生存策略是不一样的。你看这背后，虽然看上去只是我们父母和孩子这2代人的关系，它背后实际上是农业文明的这种生存焦虑和工业文明的这种独立意志之间的产生的差异。那么在沟通层面，你会发现也会有障碍。你发现每次你想跟父母讲道理没有用，你父母就会讲，你讲那么多干什么呢？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我就讲你2句，你现在翅膀硬了，你就不听了是吧？你觉得你这个当父母的怎么不讲理呢？那我干脆就不想说了。我们以前常常觉得这是一种代沟，实际上是我们2代人之间的游戏规则不一样。美国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爱德华·霍尔，他写了一本书叫《超越文化》，他就提出了一个解释文化冲突的模型，叫做高语境和低语境。比方说我们在大城市受教育做工作我们训练的是一种叫做低语境的沟通，
它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信息传递呢，就是非常打直球，我就直接通过语言来传递，叫对事不对人。比方说我们今天公司开会，我看到这位同学写的一个方案，我说我觉得你的这个方案整体不错，但是这个地方有问题。其实我们一定是说你的这个材料当中某个数据有问题，而不是说你这个人有问题。但是呢，我们的父母生活在非常典型的叫做高语境社会。这个游戏规则呢，就是他往往不是听你说话本身，而是听弦外之音。通俗的说叫对人不对事，因为你说什么不重要，是谁说的比较重要。不信你回去跟父母去聊天，你随便说一个什么复杂一点的观点，他们习惯首先就问这个话是谁讲的，他到底是什么态度，他是站我们家这边还是站他们家那边的。所以你会发现父母他关注的不是什么客观真理，而是你是不是在维系我们这个宗族或者家族的一个叫做位阶。举个例子，你不想结婚，你尝试跟老爸去讲道理，说爸呀，你看看我们现在在这个一线城市离婚率都40%，而且我现在平时上班也非常忙，加班也很多，我没有时间精力谈恋爱结婚，而且我现在也没有遇到什么三观一致的人嘛，你凑合结婚在一起还不如一个人来的更加安逸一点。你会发现你讲话肯定都是有数据有逻辑，但是你的父亲听你讲这个话，他根本就不会听这些东西，他听的是你的语态。比方说你父亲一听就觉得你就不再认同我嘛，你在反驳我的意见呀，你在挑战我权威吧，你讲了一堆的东西我听都没听过，你是在羞辱我智商吗？你还是在试图摆脱我的控制，你态度不好，这不是观念问题。所以你父亲听了之后可能猛地一拍桌子，你读了2年书就了不起了吗？你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吗？我是你爸，我会害你吗？隔壁二口比你小2岁，孩子都已经开始打酱油了，你让我这张老脸到底往哪里搁的？你会发现你父亲在讲的就是他在用权威去压制，甚至用情感勒索，就是我不会害你嘛，讲你跟别人在对比，最后他讲面子，对吧？所以你会觉得你这个父母真的是不可理喻，但是父母又会觉得你作为孩子太不懂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往往是在解决问题，你像解决婚姻的利弊，但是父母往往是在解决人，就是你到底是不是听我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只要道理挑战了他作为长辈的面子的时候，道理没有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回老家特别烦人的事情就是催婚，我们有时候都不太能理解，是吧？这父母为什么宁愿找一个不爱的人，让我们一定要凑合过日子，都不愿意看着我就自己单身的很快乐吗？难道父母就不希望我做子女的能够幸福一点吗？这个地方实际上要站在博弈论的视角就看得很清楚，它的本质上是我们跟父辈之间的叫投资偏好不一样。父母的这种投资偏好叫做 mini-max 策略，叫保底思维。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我去有一笔钱，我呢宁愿把它去存款，而不要去把它搞投资，因为那个有风险。我只要结婚生孩子，虽然它的收益未必高，你结婚也不代表你夫妻和睦嘛，但是它能够保底。你像那个以前没有社保的时候，养儿防老嘛，包括觉得有孩子的话，以后到老了你做个手术签个字呀，推个轮椅啊，你总是一份保障。那么在父母的这种熟人圈子当中，如果有一个大龄未婚的子女他就有点像个公司有个不良资产一样，在他的这个群体当中他会没有面子，甚至真的会被排挤。所以他追求的不是作为孩子要多幸福，而是你不要出事情，你要求稳。而我们在玩的叫做 Max 的策略，叫风投思维。因为我们在现代社会呢，你看你有社保，有商业保险，有便利店，就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对子女的这种依附没有那么强。所以在这种场景之下，年轻人就可以开始追求叫做高质量的灵魂伴侣了。就是我结婚追求的是高收益灵魂伴侣嘛，要么我就不要，叫止损。所以我宁愿为了那个真爱，我承担长期单身的风险。那么父母呢，他是非常厌恶这种风险的，他希望你能够求稳。这就是我们跟父母之间投资的理念不同。父母觉得不确定性是很危险的，但对我们来说，不确定性背后它带来着可能是收益或者是自由。所以你像我们以后再用这种什么我还没遇到对的人这种方式去说服父母是没有用的。就相当于你一定要劝说一个只买定期存款的储户，让他去买什么股票理财，
你说不通的。那既然我们知道了我们跟父母之间有这么多的差异，就不需要非要去讲道理说服他们。我们改变不了自己的父母，他们也改变不了我们，但是我们就可以巧妙的去应对他们了。这里讲2个场景啊，第一种就是我今年实在不想回家，当然也可能是工作很忙，我就不回去了。但是我要怎么跟父母讲才能不伤感情，还能让他们接受呢？你要是跟父母讲，哎呀，我好累哦，我想静静，我也不想去见这些亲戚了，我觉得好烦，没有用，因为他父母他听的是你的弦外之音，听的是你的态度，态度问题就可以被矫正，就觉得你只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你不懂事，你不孝顺。所以我们面对这种情况叫外部归因，就利用不可抗力来消解我们的主观意愿。就像我们刚刚讲这个博弈论的时候说的，父母在意什么呢？在意安全性。比方说你要是失业了或者没钱了，对他们来说这个就很重要，所以你一定要找理由，你要在这个范围去找，就是我们要用更大的焦虑去覆盖他们对团圆的这种渴望。比方说啊，哎呀，爸妈，我今年过年我回不去了，不是我不想回，真的是我们公司刚刚宣布做一个大项目，关系到公司明年的上市融资啊，老板也点名指信的让我进这个封闭开发组，把我们拉到郊区的这么基地当中啊，要闭关半个月，手机都要上交啊，网络都没有。但是吧，老板也讲了，这个项目做成呢，明年可以给我涨薪啊，还有期权。这个你看我们现在家里面没有什么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翻身的机会啊。我这个时候如果要请假回来了，这个奖金拿不到了，说不定明年如果公司裁员的话，你像我们态度不好的会被裁掉哎。大环境这么差，我也不敢冒险。你会发现当父母听到这样话的时候，他很难去拒绝，因为你构建了一个不可抗力。这个不可抗力不是说我态度不好，所以你把矛盾成功就转移到了你们老板的头上去，而且在这个地方又加了一个资源的诱惑，可能涨薪嘛，或者期权嘛。这样的话，他们就算跟自己的这些亲戚解释的时候也有面子，就说你看我家孩子太优秀了，公司离不开他呀，搞大项目几百上千万的生意，实在没办法回不来。但是最爱人回不来，你看给我们也买了好多吃的喝的，对吧？你们来尝尝，这个小你给你们买的。他还是有面子的。你这样一来呢，不回家不仅不是这个不孝，反而变成了一种我为家族的未来发展忍辱负重啊。当然了，千万不要跟你们父母说是我教的哈，我只是提供一种思路，大家灵活去掌握哈。但有的这个父母很厉害，你要说我要去那个地方了，父母说那行，我们过年去找你。这个时候你怎么应对呢？妈呀，千万别来，我们都是全封闭管理的，住的都是集体宿舍，你来了之后我们也见不着面，对吧？我们都有保密措施的，我们平时根本也出不来。你要来了之后只能一个人住酒店啊，可能大过年在饭店里面吃泡面，我也难受，你也难受。等我忙完这一阵了，哎，我开春了，把你接过来，好好玩玩啊，用孝心把他这个退路也堵一堵。那另外一种就是，如果我们决定还是回家，因为确实还是很想念家的啊，或者是不得不回家的话，那我们怎么办呢？换一个心态，把这次回家当作是一个人类学调查，就我们不再是那种寻求父母认可的子女了，我变成一个调研员，我来查查你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呢，要用到3个工具来分别针对唠叨、催婚和道德绑架。第一个工具呢叫丝巾蜡香，这个主要是针对这个唠叨的这个环境。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父母当作小白鼠。我只做个比方啊，就是你会发现，你一旦能够脱离出来，你会发现父母的行为是可以被倒过来去训练或者是影响的。比方说他又开始唠叨了，你到底现在在大城市，你有没有谈恋爱呀？你到底跟什么人在一起呀？你什么时候结婚呀？开始叨的时候，我们就两眼开始放空啊，就是对吧？我们态度也很好，就是挂着微笑，然后但是你可能没有太多的反应，我们叫做不提供能量，你可能就就是不提供这种情绪的反馈，但我也不反驳你，我也不生气。这样的话，他所有的这些话题都得不到这种能量回馈，慢慢的话他就会觉得没劲。其实这招也很适合去对付一些你周围入侵的这些同事。但是他们如果聊到一个话题很开心，或者尊重了我们的边界，做了一些正面的行为的话，马上反馈。比方说父母说了，哎呀，
虽然周围的人都在催孩子要结婚，但是我们觉得你的幸福比较重要，一切呢还是尊重你自己的想法。眼睛都亮了，妈，真的，我都觉得我妈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家都是天天催子女的，我就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开明的妈妈。妈妈，你这个菜做的好好吃哦，有没有红包？准备一个，给妈妈包一个红包，你给她发一个奖励。因为人真的是趋利避害的，你只要反复坚持，他不由自主的就会产生一种新的神经链接，就是我要是聊孩子不爱听的，他就对我很冷漠，但是我聊他爱听的，他马上就很开心，给我情绪价值，还给我发个红包。第一个。第二呢，叫做金主防御，这个针对的场景呢就是催婚。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想去跟父母说过得还不错，你可能跟他看看，你看我收入还不错呀，或者给他看看我有一些存款，但这个时候我们仍然是站在下位者在跟上位者自证，而父母催婚的深层是你老了没人管，或者是我老了没人管，你就要把结婚这个事情和他们的高质量晚年要产生对立，就是我现在不是你的子女，我是金主爸爸，来调整这样的姿态。比方说他又开始催了，你再不结婚，我跟你说，到了一定的年纪生孩子也不容易啊，到老了话怎么办？我们现在年纪还轻，你早点生，我们还能帮你带。讲很多。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会说啊，这个妈妈，我知道你也担心我们老了之后养老怎么办，实际上呢，我早就做过调查了。你看那个隔壁王婶，儿子是结婚了，但是媳妇又不孝顺，天天吵架，王婶还要伺候他自己的孙子，累的是一身病。你看看这种养儿防老，养了自己太累了。我现在这个计划呢，我给你们存一笔高端养老的这个资金。我看上我们市里面有个非常好的这个高端养老社区，有专业的护工，有专门的这个营养师，每天唱歌跳舞搞一些活动，入场费呢就要好几十万呢。我现在就在给你们存这笔钱，以后你们老了，我就给你们住上这个高端社区，你们以后比谁都过得好。但是你要是现在非要逼我结婚的话呢，我这个钱呢就要拿去付个彩礼，或者赔一个这个嫁妆，以后呢还要背一个几十年的房贷，那以后你这个养老质量我也不敢保证。不仅不能给你们搞这个钱，以后我们生孩子了还要跟你们要钱，以后带孙子干嘛的你还得过来带。那你是想要一个不那么孝顺不一定靠谱的这个儿媳妇或者是女婿，你还是想要个舒服的晚年呢？当然我们只是打个比方，就这种策略就是叫 Minimax 的策略反向应用，就你给他做了一个两难困境的设计，逼迫他是为了自己的切身的养老质量的利益，还是要你对婚姻的控制。当然这是你理解背后的神就好了，灵活去使用。第三个工具呢叫做温和隔离，这个主要是针对的有一些父母是苦肉计，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我相信大多数的观众你可能用不上啊，但是确实有一些父母这个控制欲非常的强，这个对子女这种催婚逼婚的，哇，太厉害了。那像这种情况下呢，你跟他觉得没有办法好好说话，你只能去温和隔离。比方说，这个爸，我看你现在这个很生气，情绪好激动，脸都红了，血压可能有点高，这样为了你的健康，我们都休息一会，我呢就在隔壁房间，你先坐下来喝口水，对吧？平静平静，等你恢复平静了，我们再心平气和的聊，然后马上离开，你去隔壁或者去卫生间。这样我们传递两个信号，第一个呢就是我还是关心你的我没有抛弃你嘛，我仍然是在隔壁房间，但是我不吃你这一套，就你跟我情感勒索也好，你逼问也好，吵架也好，你只要一闹我就马上离开这个环境。所以当他们发现哭闹的这种方式换不来你的这种妥协或者是服从顺从，那么他就会停止使用这个战术。也许我们听完这期视频学会了所有的套路和话术，但是真的看到父母渐渐年迈苍老的这些背影的时候，你内心当中还是会有一些酸楚的。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在百年未遇之大变革的这条路上。你像在生物进化的过程当中，任何一个物种如果想要适应新环境，都必须依靠少数个体的基因突变来实现，因为这些基因突变才能够从旧环境当中长出新翅膀或者飞向大海。但这个过程确实是孤独的，甚至是不被理解
和原来的父辈他们的那种环境是格格不入的，而我们恰恰是从农业文明快速走向工业文明的这一代。我们的父母其实没有错，只是他们习惯的那套生存的规则，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是那么适配了。而我们呢，因为觉得痛苦或者有冲突，所以被迫觉醒了我们新的一些意识，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是独立，什么是边界，什么是真正的爱。而这背后的这些撕裂、冲突和一些阵痛，其实也是我们整个家族在进化的过程当中的一种代价。所以我们其实真的不需要去恨自己的旧的这种家族模式，也不需要去强行改变它。我们哪怕就在那个充满了这些喋喋不休的环境当中，看着这些亲戚家人像 NPC 一样的去讲这些翻来覆去的台词的时候，我们的内心还是可以宁静的，就觉得有一种深深的慈悲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从这个地方走出来的，但我们不再属于这个地方，我们已经长出了新的翅膀，我们可以常常飞回来看一看，但是天空才是我们的归宿。我想这就是最大的孝顺，我们切断了恐惧和创伤的代际传承，我们活出了一个蓬勃、自由、全新的生命的版本。当我们活好了，我们的能量场可以反过来去反哺这个家族，我们的父母，无论我们相隔多远。我是牧羊，那你是否有类似的经历呢？我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分享你今年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心态或者是应对呢？那在这个地方也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内心自由。我们下期再见。